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成红牛首席代言人，同品类破圈引爆新合作。要不是亲眼看到官方盖章，我都以为这是粉丝自制的 P 图。8月的早晨，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咖啡，手机屏幕就被一条消息轰炸：王一博成了红牛首席代言人。一瞬间，朋友圈、微博、短视频平台同时沸腾，仿佛昨晚有人悄悄给娱乐圈换了剧本。有人说，这是放在3年前，纯属天方夜谭。毕竟在大众印象里，娱乐圈代言规则那是板上钉钉的，签了一个饮料品牌，就不能碰同品类的别家。特别是像红牛这种国际能量饮料巨头，对艺人的竞品要求向来严格。可如今的现实告诉你规则，抱歉，已经是旧时代遗物了，从不可能到已发生。其实王一博这几年，从男团时期的沉默寡言小透明，到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全领域开花，再到赛车道上的全副武装，都透着一个特点：永远在动，从不按套路走。娱乐圈有句老话，唯一性就是稀缺性，很多品牌在签约时会绑定竞品排他条款，确保代言人不会为竞争对手站台。可王一博却先是去年香奈儿那次破例放权，允许他代言部分同品类产品，这一步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现在红牛官宣首席代言，简直是把那张唯一性的老黄历直接撕了个粉碎。这不仅是对市场规则的挑战，更是对行业心态的改写。资本不再一味强调独占，而是更看重话题性与及时转化。毕竟，在社交媒体的加速器下，流量的保质期有时甚至不如一瓶饮料长。红牛的焦虑与选择，要理解这个操作背后的逻辑，得先看看红牛的处境。作为能量饮料领域的头部玩家，红牛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一度稳如泰山。但从2020年开始，新兴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头，强调低糖、功能细分、国潮包装，迅速分走年轻消费者的注意力。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红牛在部分细分市场的份额下降了 3.7%。对于一个巨头来说，这已经是警戒线信号。红牛需要做点不一样的事，尤其是在18至35岁的核心消费群体中重新夺回话语权。这群人消费力强，忠诚度低，对新鲜感上瘾，而王一博恰恰是他们的情绪触发器。为什么是王一博？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早已不是单纯的流量明星可以概括的。他身上有几个品牌无法抗拒的标签：极限运动爱好者、时尚圈常客、影视剧和综艺的流量保障，以及粉丝群体的超强购买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粉丝圈层稳定且高度活跃。无论是影视作品播出，还是参加一场赛车比赛，乃至出现在机场的某套私服，都能瞬间登上热搜。对于需要快速引爆的品牌营销来说，这简直是移动热点制造机。这一次，红牛直接给了他首席代言人的头衔，而不是简单的品牌代言人。首席2字意味着他是这一类别代言人的顶点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标签，更是一个宣示红牛在压住王一博的同时，也在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：我们愿意打破规则，换取最大化关注。打破竞品代言底线的意义，在传统认知中，同品类代言冲突会稀释艺人形象，甚至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感。但现实是，当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频率已经快到令人窒息时，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谁和谁合作过，而非他是否代言过竞品。类似的案例早在体育圈上演过，某篮球明星刚和国际运动品牌签约，没多久就穿着本土品牌球鞋参加慈善赛。
结果呢？争议归争议，销量和热度却齐飞。娱乐圈的规则其实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，它更像是一块橡皮泥，随着资本、舆论和流量的力量被不断揉捏变形。这一次，王一博和红牛的合作就是一次典型的规则在塑，粉丝的狂欢与质疑的阴影。代言官宣当天，微博话题够坚定博到底阅读量迅速突破5亿。短视频平台弹幕密密麻麻写着红牛一博，能量爆表。不少线下零售商甚至在第一时间贴上了首席代言人同款的标签。但伴随热度而来的还有质疑声，有人担心王一博代言过多，会让他的人设被稀释，甚至变成纯商业化的广告牌。还有人怀疑红牛这种压住流量的打法，会不会让品牌在中长期失去差异化优势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质疑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每个顶流都会面对的宿命。粉丝圈会用真金白银的购买来证明支持，而品牌要的就是这份及时转化的效果。至于长期影响，那是下一轮合作前再考虑的事。娱乐与体育的边界模糊化，过去体育圈和娱乐圈泾渭分明，如今两者早已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NBA 球星登上时尚杂志封面已不稀奇，流量艺人参与极限运动纪录片也屡见不鲜。王一博本身就是这股趋势的代表，既能在赛车赛道上摘得名次，又能在时尚盛典上压轴走秀。这种跨界的魅力为品牌带来了更宽广的传播场景。红牛不仅能在娱乐综艺、影视作品中获得曝光，还能在体育、极限运动领域借势扩张。这是单一代言人很难实现的资源整合、市场与规则的拔河。如果说这次合作只是一次单纯的商业签约，那就太小看它了。它背后其实是市场逻辑与行业规则的一次正面交锋。纸面上的合同条款碰上现实中的流量焦虑、粉丝经济和资本欲望，就像两股力量在拔河，谁更敢冒险，谁就有可能抢到先机。红牛和王一博的这次牵手，本质上是一次双赢的博弈。品牌用一个首席代言人绑定顶流流量，迅速获取年轻群体的关注；艺人借助全球化品牌的背书，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商业代言领域的地位，并拓宽国际曝光的可能。娱乐圈的剧本从来没有固定章节，今天的爆点可能明天就被更新换代，规则和底线也许今天是这样，明天就换了版本。对于王一博和红牛来说，这次合作无疑是一次高调的宣言，我们不怕争议，也不怕打破常规，只要能在最短时间内引爆话题并转化为销量，就是成功。至于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品牌学这套打法，80%会有，但能否复制这种效果，还得看艺人的综合影响力和品牌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你看到王一博手捧一罐红牛出现在屏幕上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这饮料真的能让我精神满满，还是这波商业联动真会玩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至少这场合作已经让无数人记住了一个事实：在这个流量与能量齐飞的时代，连一罐饮料都能掀起一场娱乐圈的风暴。